好，各位 Dustin 局妹的同学，大家好，我是 Dustin。好，那我们今天这一部影片要来给大家介绍的是，在 Dustin 帮各位去排定读书计划的时候，如果遇到了每日准备时间有限，或者是他的备考周期比较紧迫，或者是他有好几个科目都同时遇到困难，这个时候我们会去决定科目练习的顺序，也就是有一些阶段可能只能练部分的题目，而某些时候才会去练其他的题目。那我们决定的依据是什么呢？就是今天我们要介绍的 GMAT 能力依存关系。什么是能力依存关系？我们要先理解 GMAT 的世界里面有7种题型：数学 CR、Critical Reasoning、资料充分性 DS、图表解读或者是表格解读 Graphic Interpretation、阅读理解 RC、Reading Comprehension、双栏分析题 Two-Part Analysis 以及多元推理题 MSR（Multi-Source Reasoning）。这7种题型虽然官方有把它们分成不同的科目，比如说这个是一个独立的科目 ，CR 跟 RC 放在一起变成 Verbal Reasoning， 这4种题型放在一起变成 Data Insights， 但是在能力关系上，它却不是像刚刚讲的那个分类一样。我们现在来看什么叫能力关系。首先，我们要认知到 GMAT 它是有底层能力的。底层能力包括你现在在荧幕上看到的4项。第一个，精读能力，就是你必须要能完全理解小范围的文字，像 CR 题目里面的那种80到100个字，每一句话的确切含义，你不能漏读，你也不能误读。你可以想象一下，如果 CR 有任何一句话读偏了、读错了，或者是读不懂，整个 CR 就完蛋了，你的逻辑就无法推理了。这个叫精读能力。再来，逻辑思维能力，就是你要去读懂了之后，加强、削弱、推论、假设之类的逻辑思考能力。再来，数学能力，就是我们在高中以前所学过的数学。再来，阅读能力。阅读能力跟精读能力不太一样，精读能力是针对小范围，你必须要每一段资讯都要清楚理解，而阅读能力则是针对大范围，也就是像是 RC 或者是 MSR 里面的长篇文章，你不一定要每个字都理解，但是你要快速的抓到文章的 big picture 以及各段各态度之间的大概关系。这4种能力会各自被题目用到，所以我们现在来看哪些题目是直接用到这些能力的。比如说像是数学里面，如果是 pure 也就是纯数学题、抽象题的话，没有故事的，那当然它只用到了数学相关的能力。但是如果是 real 的题型，也就是应用题有故事的，这个时候它就同时需要小范围的精读能力以及数学能力。毕竟你要先能够把故事理解，才能够去列式运算。而 CR 毋庸置疑，你就是一定要把文章的内容读懂，了解论证结构，了解结论，了解推理过程，任何一句话都不能漏读偏。读懂了之后，才能进一步用你的逻辑思维能力。所以它是这2个东西的结合。而资料充分性的题目，本质上会先用到精读能力，但是这里面有分成数学相关的题型以及非数学相关的题型，也就是它既可以考逻辑，也可以考数学，所以它会用到这3种能力。而图表解析 GT 的部分，它会用到的是精读能力，因为往往 GT 的题目问句会比较复杂，会是结构比较可怕的长难句，而当然也会用到数学能力，不过数学能力用的就比较有限，偏向统计学相关的观念，就叫做第2层，直接跟这些基础能力组合起来的题型。再来我们看第3层，第3层的部分有 RC（Reading Comprehension）， 你可以把 RC 想象成是好几篇的 CR 组在一起。如果是 CR， 绝大部分的文章都是小段小段，里面就是一套论点，一个立场。少部分的 CR 会有2个立场，但是非常的少。而在 RC 里面，你可以想象每一段就是一个小 CR， 但是这些段落他们各自共享着一个大主题，而且彼此之间互相回应。所以你除了需要 CR 的能力之外，你还要再多加一项，就叫做掌握文章大架构的 big picture 的略读能力。所以 RC 等于
CR 的精读跟逻辑加上略读能力。而如果是 multi-source reason 再更上面一点，我们等一下来讲 TPA 的部分，它既有会考逻辑的，它也可以去考数学的，也可以去考条件的，所以它本身依靠着 CR 数学以及 DS 的能力。而最上一层叫做 MSR 你可以想象它会有图表，所以它会承继着 GT 的能力，它也会有长篇文章，所以它会承继 RC 的能力，它也会有双栏要你去选，而且里面也会有计算或者是逻辑，所以它也承继了 TPA 的能力。所以 MSR 是所有能力依存关系中的最顶端。那有了这些之后，它可以帮助我们怎么规划读书计划。第一个，如果我发现一位同学的成绩单，他在某几个题型上都很弱，但他实际上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同时准备这些题型，我们可以先找出他们共通的底层能力。比如说，如果这位同学他同时 CR 弱，数学也弱，这两个虽然在同一个层级之上，但是他们两个共享的能力是精读能力，那我们就应该优先加强精读能力。第二种情况就是，如果我们发现这两个题型它不是平行的，像刚刚一样，而是有上下层之分，比如说这位同学 CR 跟 RC 两个都很弱，那这种时候我们应该要先加强 CR， 因为 CR 强了 RC 才会强。所以简单来说，这个模型它其实是帮助考生们在时间有限的情况下，在我在排读书计划的时候，我会根据他成绩单里面的强弱项去找到，如果时间不允许的时候，我们应该把大部分的时间先拿来巩固哪些题型，少部分的时间拿来巩固哪些题型。以上就是我们能力依存关系的观念说明，希望它可以帮助你看懂 Dustin 读书计划规划里面的底层逻辑，也可以帮助你在面临没有时间，但是问题又很多，各种题型都需要加强的时候，你可以把它拆分成一个有序的小目标，而不会让自己好像什么都练，什么都来不及进步。我是 Dustin， 我们下次再见。